乌军的潜力始终令火力军琢磨不透。本以为4月2日的1200公里奔袭俄本土就已是乌军无人机的极限，没想到4月4日公布的索库尔-300 Sokol 300无人机航程再次破纪录，达到了3300公里，不仅覆盖了俄军大部分军事基地，而且仅隔一天就吓破了3个俄军空军基地，吓得俄军不敢公布损失。法国4月派兵迎来后续。俄法防长罕见通话，同时芬兰与乌克兰签署安保协议，芬兰难道也要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此外，因罗斯托夫州等地遭到了乌军的大规模袭击，俄军加强了前线各地的进攻，使用 ODAB-500 温压弹和 FAB-9000 超级航空炸弹攻击乌军阵地。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乌军于4月4日正式公布了自制的新超远程无人机索库尔300，而仅隔一天，俄军的3个空军基地就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打击，火力军再也没有在网上看到对乌军无人机航程的质疑。4月5日凌晨，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空天军3个基地，发生数十起爆炸事件，目前俄军损失情况未知。第一个被袭击的是罗斯托夫州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这里距离前线300公里，驻扎着俄空天军第一个近卫混合航空师第559轰炸机航空团，停放了至少有36架苏-34和4架苏-24战斗机。据当地媒体报道称，此地当天至少发生了60起爆炸。而俄国防部则称，击落了44架无人机，有一座变电站被损坏，但没有报道任何关于空军基地的损失情况。第二个被袭击的是萨拉托夫地区恩格斯空军基地，此地距离前线700公里，拥有重型战略远程轰炸机图160、图 95MS 以及图 22M3 战略轰炸机。俄国防部表示，在此地击落了一架乌军无人机，这已是1个月内恩格斯空军基地第2次被袭击。乌军正努力摧毁俄军的战略轰炸机。第3个被袭击的是克拉斯诺达尔叶伊斯克空军基地，距离前线仅150公里，这里驻扎着俄海军第859和第190混合航空训练团。俄国防部表示，此地有6架乌军无人机被击落。截至目前尚未有任何关于俄空军基地的损失报告，但不可否认，乌军的远程无人机给俄军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之后乌军针对俄本土的打击将愈演愈烈，这种不对称的攻击模式也将使俄军逐渐丧失战斗能力。来袭的乌军无人机中有前一天公布的索库尔300，那它的性能具体如何呢？据公开资料显示，乌军的索库尔300无人机长 8.5 米，翼展14米，拥有高达300公斤的有效载荷，最大飞行高度在 9.1 公里以上。当然，最值得关注的是其夸张到3300公里的航程。若以俄乌边境而起点，能直接打击到包括最远库尔曼斯克在内的至少80个俄军空军基地，相当于俄军用于空袭的图95、图160等轰炸机将不再安全，要么被摧毁，要么只能在离乌克兰更远的地方部署。索库尔300无人机由射线设计局设计，能拥有3300公里的夸张航程，得益于其优秀的发动机。据悉，索库尔300无人机可由多种型号的发动机提供动力，其中包括有乌克兰自研的 MS-500-05C CE 和 AI-450T2，以及奥地利 Rotax 914发动机。前2种发动机虽然性能尚不清楚，不过从流传的信息来看，4月2日奔袭1200公里袭击俄罗斯达达斯坦耶拉布加和夏卡姆斯克的无人机工厂和炼油厂，就是索库尔搭配的这辆发动机所为。而 Rotax 914发动机有资料显示是涡轮增压4行程4缸水平对卧的航空发动机，配备风冷气缸和水冷气缸盖。索库尔300搭配使用时，可将航程扩展到3300公里。同时，该无人机还拥有优秀的控制系统，其由惯性块和激光陀螺仪组成。配备的 PK-10 和 P2-M 和 PK-2P 导弹，最远可以击中10公里处的目标。此外，无人机还可以携带合成孔径雷达和小型雷达站，能精准发现和锁定俄军目标。从5公里的高度扫描地面时，雷达的精度为30×30厘米。总之一句话，俄空军基地今后是保不住了。即便是位于摩尔曼斯克的奥列尼亚空军基地，
也有可能会成为索库尔300无人机的直接攻击目标。至于该无人机从何而来，从公布的数据和外观来看，大家不难发现其与 TB2 无人机十分相似。而在此之前，乌克兰曾接受过50架 TB2 无人机，且与土耳其达成在乌克兰境内建造 TB2 生产工厂的合作协议，其内可能就包括技术转让，因此索库尔300大概率就是 TB2 的变种。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军自制无人机大展神威时，远离俄乌战场的英国也在默默进行援助，如今已成为乌克兰无人机产业和战线的最大后盾。据悉，在技术方面，英国的无人机科技公司进化动力正在研发一种新无线电通讯算法，来协助乌军的侦察无人机对抗俄军的电子干扰。比如在这2年半的俄乌战争中，俄乌双方的电子对抗作战早已步入军备竞赛阶段，而进化动力公司为此对其援助的螳螂无人机更新了85次。在产能方面，目前的英军不仅是乌军无人机的最大供应国，而且还带头联合其他国家协助乌克兰增加无人机产能，如拉脱维亚、挪威、荷兰等国，再结合乌克兰本土新创的200多家无人机企业，也让乌克兰每年可以生产200万台无人机。总之，今后的俄乌战争，乌军无人机不仅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接，其操作人员的安全也将随着技术革新而更加安全。乌克兰终将成为最大的赢家。法国组建1500人战术群，将于4月中旬进入乌克兰作战的消息一传出，俄罗斯直接慌了。4月3日，俄国防部绍伊古同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尔努进行了电话交谈，对法国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绍伊古指出，如果这类决定付诸实施，这将给法国自身带来问题，对外传达的意思就是不要派兵乌克兰。同时，绍伊古表示，俄罗斯愿意与乌克兰在伊斯坦布尔和平倡议基础上对话。该和平倡议指的是土耳其提供组织一场包含俄乌双方代表的和平峰会。不得不说，这个消息很抓马，而俄罗斯的想法也很天真，居然妄想保留目前已占领的区域，同乌克兰对话，乌克兰自然不会同意。大家可以反思一个问题啊，即俄罗斯是不是顶不住了，才选择了主动对话？俄法双方会谈结束后，法国国防部就跟两国防长通话，发表了一份声明，其内容显示，法国将继续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外，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无论多久，无论需要多大的力度。此外，4月3日当天，泽连斯基还与到访的芬兰总统斯图布举行了会谈，双方部署了安全合作协议。芬兰将在财政和军事等方面向乌克兰提供长期支持，如帮助乌克兰重建基础能源设施，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等。协议期限10年，成为第8个与乌克兰签署双边安全协议的国家。至于派兵援乌问题，芬兰也做出明确回应，目前尚没有理由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不过，根据美国政治报3月15日的报道显示，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曾表示，如果乌克兰危机继续恶化，包括美国在内的欧美国家不应该完全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还在3号的发布会上对外表示，俄罗斯计划于6月1日前再动员30万人，不过他并未透露具体细节，也没有透露该信息的来源。但综上所说，俄罗斯一边表示愿意同乌克兰谈话，一边又新动员30万，这是两手准备还是疑兵之计放手一搏？若放手一搏的话，人员或许不是问题，但后续的装备训练、补给资金该如何解决？不会又是30万的炮灰兵吧？总之，2场会谈下来，俄罗斯处境则更加糟糕。在美国援助暂缓的情况下，欧洲各国对乌克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支持。从最新战报来看，俄军不仅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反而损失更大。为乌提供更多军援。4月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北约国家外长会晤之后表示，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如磐石，并终将成为北约的一员。但如今乌克兰迫切需要更多的援助，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应该在国际市场大力寻找各类资源，并在必要的时候为乌克兰寻求更多援助。除此之外，布林肯还表示，目前已经有30余个国家与乌克兰已经签署或正在签署双边协议，而美国同样在制定着双边协议。美乌防长通话。当地时间4月5日，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与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进行通话，双方就当前俄乌冲突的最新发展以及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遭遇持续空袭等内容进行了深度讨论。奥斯汀表示，乌克兰正在面临着生存威胁，美国将对乌克兰不离不弃。目前奥斯汀正在组织着每月1次的乌克兰防务联络会议，该组织大约由50个支持乌克兰的盟友组成，
会议在德国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举行。不过，奥斯汀没有说明，在美国针对乌克兰600亿美元援助未通过的情况下，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为乌克兰提供帮助。乌军大规模袭击俄军前线和俄本土目标。据悉，4月4日，乌军在多个方向对俄军发起了打击，如在罗斯托夫州，除了视频开头提到的俄罗斯空军基地被袭外，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顿河畔罗斯托夫的谷物码头，导致有一处1000平方米的粮食储备设施发生火灾，烧毁了其内储存的粮食和一些燃油。目前俄罗斯官方对此事件尚未有任何的说明。不过从俄国防部当天发布的通报来看，乌军此次打击力度很大。据俄方称，俄空军部队共击落了乌军1架苏27战机、169架无人机以及拦截了18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等。当然，俄军当天因进攻受损的损失更大。ISW 在其3号的报告中指出，俄军正在加强在乌克兰各地的进攻行动，如在巴赫穆特方向，俄军部队正在从东侧向恰索夫亚尔推进，并对途中的乌军阵地进行大规模轰炸。而乌军方面据多个可靠频道的信息，乌军似乎正在沿着北顿巴斯运河重新组建防御阵地，并用机器人炸断了连接巴赫姆特和恰索夫亚尔的桥梁，打算以恰索夫亚尔为核心，打造出第2道防御体系。在阿夫迪夫卡方向，双方在谢苗诺夫卡、别尔第奇一线持续作战，俄军以火箭炮为俄军推进开路，向前推进了1公里，乌军则使用无人机持续对俄军进行阻击。如在别尔第奇，乌军第47旅正坚守这里；在托南科以西，俄军最大规模装甲突击被击溃后，俄军进攻放缓，很多俄军士兵开始拒绝进攻。在乌曼附近，乌军正以优势火炮多次打退俄军的进攻。据悉，乌军在乌曼斯克市部署了6个旅的兵力，且为了确保面对俄军攻势拥有更强的防御能力，乌军正打算进行一次换防，抽调精力更为充沛的作战旅前来应对俄军。至于其他战场，据乌克兰方面称，俄军于4月3日间发射了大量弹道导弹和火箭炮，袭击了哈尔科夫市区目标及其卫星城库皮扬斯克的防御阵地。在扎波罗热地区、赫尔松地区，俄军在部分区域取得微小进展，但其代价是高昂的。其中乌军正在奥列霍夫地区组织第2道防线，对俄军实施阻击。总之，现在整个战场防线变数不大，俄军付出高昂代价后收益却不成正比，除了被消耗大量有生力量外，在战略上毫无用处。反观乌军的弹药补给人力正在增强，尤其是无人机对俄军的打击令俄军十分难受。值得注意的是，在战略上，4月3日有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正准备在2024年上半年发起摧毁科赫大桥的特别行动，而俄军感觉守不住，想放弃这座大桥，转修另一条铁路。因为在今年3月18日，俄总统普京曾表示将建成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来代替克赫大桥。狐狸军怎么感觉这克赫大桥是非灭不可了？在动用的武器方面，乌军 FPV 无人机屡立战功，在近几周的许多远程打击任务中都是他完成的，这代表了乌军的战术进步。尤其是在摧毁俄军坦克和基础能源设施方面，这些无人机能以第一人称视角远程操作，为乌克兰操作员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精度，可以对战略目标进行了外科手术式打击。 FPV 无人机因其配备高清摄像头和爆炸性有效载荷，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灵活机动，使乌军能够有效地识别和消灭俄军高价值目标。这种不对称的战斗方法将尖端技术与游击战术相结合，凸显了乌军对抗传统力量占优俄军时的优越感。不过也正是由于乌军无人机威胁的加大，以及对俄本土能源设施的持续打击，导致俄军也加大对乌境内目标和前线阵地的轰炸。如俄军使用苏34携带采用新制式方式的温压弹，轰炸了乌军前线阵地。乌军空袭俄机场。当地时间4月5日，乌克兰国防通讯社表示，俄军对扎波罗热发动袭击行动，目前已经造成20余人的伤亡，目前救援行动仍在就绪。另外，在当日，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联合作战部队对萨拉托夫州的3处俄军机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俄军3架图95战略轰炸机受损，并造成7名俄军阵亡。除此之外，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库尔斯克的俄军机场，目前俄军尚未进行回应。俄罗斯国防部首次公开对乌克兰军事目标使用了带有 UMPK 套件的 OBAD-500 炸弹的画面。从公布的视频来看，其投弹主角是被乌克兰防空司令部宣称战果为负数的苏34战斗轰炸机。
苏34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 1.8 马赫的速度和较为全面的武器装备能力。该战机的武器用途广泛，能够在12个挂载点部署多达8000公斤的武器，类型包括精确制导导弹、各种导弹以及非制导火箭。这种广泛的武器库使苏34能够执行广泛的战斗任务，而 ODA-B-500 就是常说的温压弹，一次爆炸就可消耗附近所有可用的氧气，产生真空来杀伤敌友人力量。ODA-B-500 重525公斤，直径为500毫米，其中爆炸性填充物重量193公斤，可打击如防御工事、隧道战壕以及建筑和车辆群等目标。因破坏范围在25到30米，它也能用来迅速消灭反坦克雷区。在此次轰炸南顿涅茨克乌军阵地的任务中，就携带了4枚 ODA-B-500 炸弹进行作战。而除了精准制导炸弹外，俄军还将冷战时期设计的一款超级航空炸弹搬上了图160和图95战略轰炸机，并对于这种超级航空炸弹进行了改进，使其具备更加强大的作战能力。这种超级航空炸弹代号为大象，光从名字看就知道这种炸弹的重量极大，达到了7100公斤，其爆炸威力相当于44吨天梯炸弹。一枚炸弹被从空中投放下去，对地面目标的破坏力绝对不亚于一枚小型核弹，并且俄军的3000公斤级别的炸弹还在生产中，可见被乌军无人机打怕的俄军也在加大空袭力度，试图阻止乌军的远程打击。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乌军无人机摧毁俄空军基地，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